你敢相信吗？一颗小小的洋葱竟然能够让一个国家为之流泪。在印度，大到顶级国宴，小到五花八门的玛莎拉，洋葱一直都是人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样食品，以至于不少人忍不住发出感慨：印度人似乎离开了洋葱就无法做饭。事实上，洋葱在印度的地位早已超越了单纯食物的范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就因为一颗小小的洋葱，印度先后爆发了多次社会危机，甚至还有一位总统因此被赶下台。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想要弄清楚这一切的答案，我们都还要从印度人为什么离不开洋葱这件事开始讲起。洋葱在印度有多么重要？曾经有人在网上发帖询问能否在做咖喱鸡的时候不放洋葱。对此，一位来自印度的网友现身说法，回复道：洋葱对印度菜就好比空气之于人类，你可以不用空气呼吸吗？其实洋葱在印度还真的和新鲜空气一样珍贵。例如，在前几年印度洋葱价格上涨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了歹徒打劫洋葱运输车的新闻。或许我们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发生在印度的事实。难怪有人会说没有一个印度人可以离开洋葱。为什么印度人会如此青睐洋葱呢？首先，当然是味道上的优势。作为一种食品，洋葱绝对算得上是十分美味的。而在印度，由于饮食结构十分单一，大多都是主食，缺乏维生素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洋葱就更加受到人们欢迎了。其次，洋葱相较于其他蔬菜，例如西红柿、青菜这样的替代品，价格上又更为亲民。在印度的贫民窟中，有许多生活困难的人，他们的一日三餐就是粗面烙饼，就着生洋葱。可以说，洋葱就是他们苦涩生活中的唯一调味品。最后，在印度气候常年炎热的情况之下，洋葱还十分利于保存。由于印度供电困难，很多家庭都无法正常使用冰箱，这使得许多食物都极容易变质，而洋葱一般情况下可以存储1个月以上，如果做一些处理还能够更久。因此，在种种优势的加持之下，洋葱便走进了印度的千家万户，最终成为了印度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可能有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在洋葱的这么多优势当中，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个藏在深处的潜台词，那就是穷。对于富人们而言，没有了洋葱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但是那些处在赤贫状态下的平民，洋葱作为一种产量大且廉价的食物，几乎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依托。常言道，民以食为天。纵使在种姓制度的驯化下，印度人民再温顺，但当遇到活不下去的情况时，显然也会做出揭竿而起的选择。1918年，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印度古吉拉特邦凯达县出现了大面积农作物欠收导致的饥荒。然而，在天灾面前，英国殖民者仍然坚持征收土地税，最终引发印度人民强烈不满，进而导致大规模骚乱。据印度史料记载，在圣雄甘地的鼓励下，农民们悍然拒绝了殖民者征税的要求。当殖民者把农民们即将收获洋葱的土地圈起来时，甘地的追随者莫哈恩亲自率领农民突破重围，偷偷收割洋葱。尽管后来莫哈恩因此锒铛入狱，但他本人却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敬佩，并被亲切地称为当哥里楚尔。对此，甘地赞扬道：如果有必要，我们宁愿入狱1000次，也要去偷那些洋葱。实际上，在印度，因为洋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并不少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甚至导致了一位总理下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时候，印度洋葱出现了供给危机，许多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吃不起洋葱。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国大党领导人英迪拉带着洋葱项链走上街头演讲，抨击时任印度政府。他说道：如果政府连洋葱价格都无法控制，难道不应该自觉下台吗？最终，惨遭洋葱重创的印度政府在人民的谩骂声中垮台，仅仅执政了100多天的印度总理查兰辛格黯然辞职。英迪拉凭借着洋葱攻势重新夺回总理宝座。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也与洋葱有着一段缘分。在2010年和2013年，印度先后爆发了2次严重的洋葱危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并不关心洋葱价格到底因为什么而上涨，但只要自己吃不起，那么一定是政府的无能。于是，在2014年印度大选前夕，莫迪率领的印度人民党趁虚而入，引导舆论，声称当局的不当政策是一切的祸根。最终，印度当局支持率一路下滑，并在2014年大选中惨败。莫迪率领的印度人民党大获全胜。为什么一颗小小的洋葱能够有如此大的威力呢？其实，这一切都与印度脆弱的金融系统密不可分。在经济学中，一直都有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基本生存需求而展开的。我们都知道，吃是人们绕不开的生存需求，所以吃的食物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印度社会的根部，与国民经济紧密相连。这种情况也时常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天价白菜的背后就是生产力与资本垄断的危机，美国牛肉价格关系着中西部牧民们的选票。而在印度，由于政府内部治理不善与腐败的盛行，金融系统严重缺乏监管，
极易受到资本把控。举个例子，前不久，印度国大党发言人苏尼尔曾分享过一段视频。根据视频显示，一位来自马哈拉施特邦的农民按照政府的价格规定，将洋葱以每公斤8卢比的价格出售给经销商。然而，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的洋葱价格却要高达15倍之多。所以，从马哈拉施特邦这位农民的遭遇不难看出，在洋葱危机当中，经销商代表的资本是唯一的获利者。回顾过往，印度的洋葱危机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整套流程永远都是惊人的相似。首先，在天灾的影响下，洋葱产量下降，这本就势必会导致洋葱价格上涨。随后，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力，大量逐利游资涌入农产品行业，依托政府设置的收购价限制，从农民手上以较低价格收购洋葱，随即又将其大量囤积，进一步刺激洋葱价格上涨，最终便在恶性循环当中导致洋葱逐渐成为危机的引线。当然，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洋葱价格一路走高，那么印度民众不吃洋葱不就行了？或者说，这是不是能给印度政府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那就是控制其他食物的价格来稳定洋葱价格呢？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洋葱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餐桌之上。在大量资本涌入食品行业进行投机行为之时，必然会导致流向制造业或者其他重要行业的资本减少，从而将印度经济增速拉低。随后，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必然会导致降薪、裁员等现象的发生。如此下来，再怎么控制食品价格，也只能是事倍功半。难怪印度食品与消费事务部部长拉姆维拉斯会公开地表示，事态不受政府掌控，政府已经竭尽所能，但很显然，没有人能够逆转自然规律。去年12月7号，印度政府宣布将在2024年3月31号之前禁止出口洋葱，这是继小麦和大米之后，印度再次在农产品上自掐脖子。在此之前的2023年8月，印度已经宣布洋葱出口将征收40%的关税，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对洋葱价格的把控，最终诱发的资本外逃。根据最新的消息，伴随着禁令期限的到期，目前印度政府已经决定再次加码，宣布无期限延长禁止洋葱出口。但是，这条命令到底是会让洋葱回到正常的价格轨道上，还是继续在危险的方向上一路狂飙？显然还需要时间来验证。毕竟，就在出口禁令出台之前，印度外贸总局的一条通知显示，印度仍可能允许向以粮食安全为由寻求豁免的国家出口洋葱。所以，当一道裂缝出现的时候，它会不会成为大坝崩塌的起点呢？对此，我们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迅速发展，处处焕发勃勃生机，而我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2010年8月，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丢下了国内到访的美国客人，孤身来到中国，毫不吝啬地在媒体面前盛赞改革开放，一时间惹得各国媒体直呼看不懂。因为就在2年之前，朝鲜官媒还曾公开炮轰改革开放，怒斥那些训示朝鲜应该改革开放的人。短短2年时间，朝鲜就对改革开放展现出了2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不禁令人感到诧异。为什么朝鲜会对改革开放如此纠结呢？事实上，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朝鲜眼中的改革开放开始讲起。最近越南改革开放引发全世界关注，很多人就借此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着中国和越南的成功经验在前，朝鲜却没有紧随其后，始终拒绝改革开放呢？难道说朝鲜人民就喜欢过穷苦的日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的是，朝鲜早已改革开放，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算是这个世界上最早接触改革开放的国家之一。只不过朝鲜的改革开放与我们所熟知的并不一般。自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到了全球第2，并且与第1美国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缩小。中国的例子说明了改革开放确实是一条可以强国富民的道路，而且后续越南仿照中国模式大获成功，也佐证了这条路不是只有中国可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鲜丝毫不为所动，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其实，朝鲜对改革开放的纠结心思并非一朝一夕间产生的，就像金正日说的那样，朝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而这种纠结心态也贯穿着朝鲜见证历史的始终。在中国刚刚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朝鲜对中国的决定相当抵触，甚至还曾公开谴责中国，叛变了社会主义阵营。朝鲜之所以会有这样强烈反应的原因有很多，但客观来讲，当时的朝鲜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身为苏联体制下的受益者，他们自然体会不到中国处境的艰难。等到几年之后，苏联因自身原因调整对外策略，大幅度削减对朝鲜的援助，以及苏东剧变的发生，朝鲜才逐渐醒悟过来。
此时，考虑到朝鲜半岛对我国北方安全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基于对时局的判断，主动劝说朝鲜进行改革开放。而面对中国释放的善意，朝鲜虽然口头上依然坚持声称要走朝鲜式社会主义的自主路线，但行动上已经开始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靠拢。例如，在1984年，朝鲜为培养出口产业制定的合营法；1991年，参照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罗京、先锋经济自由贸易区等等。实际上，这些政策方针绝大多数都是抄袭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而来的。所以由此可见，朝鲜早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其对改革开放的心态虽然没有开诚布公的支持，但也绝不完全抵触。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朝鲜愿意改革开放，并且早已付诸实际，今天的朝鲜为什么还是那么穷，还是仿佛一座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孤岛呢？这一切的答案很简单，说白了，与朝鲜的特殊处境是密不可分的。而正是这种特殊处境，决定了朝鲜并不能像中国和越南那样完全自主地走向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为了让国家富裕起来。经济发展是要服务于国家的，但如果一个国家连最起码的生存稳定都无法确认，那么经济发展自然也就不具备可谈性。而朝鲜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特殊情况。朝鲜曾先后3次放弃改革开放，每一次都是面临着危在旦夕的窘境。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在经历了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对抗之后，终于还是率先一步走向了衰落。于此背景之下，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决心殊死一搏，通过推行具有苏联特色的改革开放拯救国家。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努力终究还是为时过晚，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让苏联再次伟大，反而还加速了其走向死亡。因此，苏联改革开放失败的代价也让彼时很多想要效仿改革开放的国家开始变得谨慎，其中就包括了朝鲜。所以在这一时期，朝鲜虽然有接二连三的改革动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基本都是在开放的门口来回徘徊，有心想要迈进去，可到底还是没有走出这一步。最终，朝鲜还是选择了放弃。朝鲜虽然暂时放弃了改革开放，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朝鲜国内的问题就会因此能被掩盖下去。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朝鲜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依赖自身力量实现的。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爆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在金正日的号召下，朝鲜人民用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苦难行军，但这段痛苦记忆至今依然让朝鲜人民心有余悸。因此，在苦难行军结束以后，朝鲜又一次开始接触改革开放，并且这次的脚步迈得更大，甚至还一度破天荒地与韩国展开合作，达成海州特区协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还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用上了开天辟地一词，赞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由此可见，当时的朝鲜距离全面改革开放几乎只差临门一脚。但可惜的是，这一步朝鲜依然没有迈过去。如果说第一次放弃改革开放是看到了苏联的失败，进而感到这事儿风险太大，可如今为什么朝鲜又一次放弃改革开放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个细节十分值得注意。2008年，也就是在朝鲜官媒发文批判改革开放的同时，有外媒爆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健康欠恙的消息。虽然这一消息朝鲜官方始终并未做出回应，但有不少相关人士都对此进行了证实。于此背景之下，当时就有专家分析预测，朝鲜或将因此暂停一切开放政策，致力于维持体制，认为朝鲜很难在金正日时期走向全面改革开放。当然，事情的真相我们不得而知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2年时间里，朝鲜的对外政策确实相较于之前更加保守。我们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天翻地覆般变化的。那么，一个国家的政策方针突然180度掉头，肯定也不寻常。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已经不言而喻了。不过，朝鲜这一次放弃改革开放的时间并没有太久。在2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朝鲜再次扭转风向，开始对改革开放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短短4个月内连续2次访问中国，并在公开演讲中3句话离不开改革开放的举动，颇有一副要向中国讨要经验的姿态。因此，这也让人们相信，朝鲜的改革开放或许真的已经近在咫尺了。2011年，朝鲜第2代领导人金正日与世长辞，金正恩随即成为了朝鲜的第3代领导人。相较于父亲金正日，金正恩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更加友善，不仅朝鲜国内媒体一改往日谈钱色变的画风，开始大肆刊登经济新闻，
而且金正恩本人也在朝鲜内部的干部会议上坦言，对我来说，大米比子弹更珍贵。这一幕恰好与其父金正日的名言“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针锋相对。2017年，金正恩先后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美国总统特朗普实现了历史性会面，这一幕也打破了朝鲜与美韩两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完全敌对。与此同时，在2019年，朝鲜还正式从宪法中删除了先军思想的有关内容。这接二连三的动作，无一不在证明着朝鲜对改革开放的积极态度。但是，这一切的美好局面都伴随着美韩领导人的换届烟消云散了。最近几年，伴随着美韩两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朝鲜改革开放的脚步再次迟缓了下来。按照眼下的局面来说，朝鲜彻底的改革开放几乎已经变得遥遥无期，而这也是朝鲜作为一个小国又身处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注定的命运。朝鲜不是不想改革开放，不是不想让国家富裕起来，但是他没得选，也不能选。至于未来到底如何，我们还需要让时间给出答案。